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。他去了酒楼。故事解说：端午佳节，林薇的丈夫程轩瑞告知她，自己要独自驱车返回老家过节。林薇乖巧留守家中，打算独自度过假期。可小区保安楼叔悄悄告诉她的一个秘密，彻底击碎了她看似美满的婚姻假象。楼叔如实告知，程轩瑞早已返回小区，却始终没有回到8楼的家中，而是径直去了酒楼。林薇心里瞬间一沉，酒楼的住户正是她相交7年的贴身闺蜜许莹莹。这一刻，所有破绽瞬间串联。程轩瑞借口回乡陪父亲下棋，谎称全程未带手机，无法联系。闺蜜许莹莹则推脱假期在外办事，无暇回话。可林薇明明站在自家阳台，亲眼目睹酒楼屋内两人亲密依偎、暧昧温存的画面，亲眼见证双重背叛，林薇彻底心寒。她不再抱有一丝侥幸，当即联系律师江歌，委托其起草离婚协议，执意让背叛婚姻、虚伪算计的程轩瑞净身出户。程轩瑞归家前，林薇随手收拾家中快递盒，打算交给楼叔。程轩瑞见状满脸不耐，出言嘲讽林薇太过清闲，没必要对小区保安这般殷勤讨好。林薇淡然回应只是顺手帮忙，随即提起端午安排。父母原本盼着两人回乡团聚，知晓他需要值班，自己便主动留守家中。临别时，他还温柔叮嘱程轩瑞路上行车注意安全。程轩瑞敷衍应下，全然不见半分体贴。丈夫出门后，林薇带着单位发放的端午粽子下楼赠予楼叔，礼貌送上节日祝福。楼叔夸赞他下班提早，林薇坦言恰逢端午，单位特意安排全员提前放假。楼叔看着手中的粽子，满心感激，再三推辞后才欣然收下。就在林薇准备归家时，楼叔连忙叫住他，犹豫再三，将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全盘托出，笃定程轩瑞返程后直奔酒楼，从未踏足自家家门。巨大的冲击过后，林薇迅速冷静下来。他深知此刻冲动对峙只会打草惊蛇，让两人销毁证据，提前防备。万般隐忍之下，他选择不动声色，默默积蓄力量，静待最佳的反击时机。另一边，私会结束的程轩瑞假意温柔给林薇发消息道歉，谎称自己全程陪父亲下棋，未带手机，故而未能及时回复。他刻意强调自己驱车4小时往返老家，身心疲惫，叮嘱林薇值班保重身体，早点休息。字里行间全是刻意伪装的体贴。林薇看着屏幕上的虚假话术，只剩满心讽刺。120公里的回乡路程，她所谓的尽孝陪伴，不过是在楼上闺蜜家中的缠绵温存。为进一步试探，林薇给许莹莹发起视频通话，对方秒拒，随即发来消息推脱人在外地，不便接打。一夫一友，默契编造一模一样的谎言。天衣无缝的借口背后，是两人早已暗通款曲的丑陋真相。相恋5年，相识7年的信任与情谊，在这一刻尽数崩塌，也让林薇彻底坚定了反击的决心。平复心绪后，林薇淡淡回复，只是下班无聊，随口闲聊几句。傍晚，程轩瑞归家，手中提着老家带回的土鸡蛋和母亲熏制的腊肉，假意心疼林薇值班辛苦，主动包揽晚饭，塑造顾家体贴的丈夫人设。林薇静静看着他演戏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若不是亲眼撞见背叛画面，她或许依旧会被这份虚假温柔蒙蔽，心疼她奔波劳碌。与此同时，许莹莹正在家中把玩林薇送她的限量生日礼物，一款国内尚未上市、全网仅此一份的法国小众橘子海香水。许莹莹满心欢喜，爱不释手，不停夸赞林薇用心，沉醉于这份清冷高级的独特香气。林薇倾尽真心送出的独家心意，换来的却是闺蜜与丈夫的联手背叛。这般反差让她彻底凉透心底。晚饭席间，林薇敏锐嗅到程轩瑞衣衫上沾染着浓郁的橘子海水香，与她送给许莹莹的香水味道分毫不差。她随口夸赞香味别致，不料程轩瑞瞬间情绪暴怒，立刻开口辩解，谎称是老家车内劣质车载喷雾的味道，是母亲为去除车内腥味喷洒所致，刻意撇清所有嫌疑。紧接着，他倒打一耙，指责林薇疑心病过重，事事挑剔，控诉自己奔波半日归家，用心做饭弥补，却被他像审犯人一样盘问猜忌，直言这般窒息的相处让他不堪忍受。林薇冷眼旁观，彻底看透他先发制人的把戏。只要他伪装足够委屈愤怒，就能颠倒黑白，将过错转嫁到自己身上。从前的他会心软妥协，主动道歉，可经历背叛之后，他彻底清醒。变心之人只会演技倍增，脾气大涨。这一次他绝不会再退让半步。深夜，林薇专程找到楼叔核实细节，询问他如何确定程轩瑞是刻意上楼，而非误按电梯。楼叔详细道出所有隐情。程轩瑞为人极度谨慎狡猾，
每次私会都会将车停在小区 B 区监控死角的变压器旁，全程避开小区大厅，从无人监控的消防通道徒步上楼，刻意规避所有拍摄设备，行踪隐蔽至极。楼叔坦言，自己深夜起夜时偶然撞见黑影，凭借身形认出程轩瑞。不仅如此，此前小区电瓶车失窃，物业无端扣罚他500元工资，气愤的他自费购置微型摄像头，藏在废弃电表箱死角抓贼，却意外拍下了程轩瑞多次深夜偷溜上楼私会闺蜜的完整证据。说罢，楼叔将存储证据的设备交给林薇，让他自行留存查证。看着视频里程轩瑞猥琐急切的模样，对比平日稳重体贴的人设，林薇彻底认清了他的真面目。随后，林薇翻出自己婚前的碧芝园大3居房产证，瞬间洞悉两人的全部图谋。他们的纠葛从来不止简单的婚内出轨，更是蓄谋已久的财产掠夺，妄图联手夺走他的婚前房产和全部家产。掌握完整证据与真相后，林薇再次联系律师江歌，坚定推进离婚诉讼，要求程轩瑞净身出户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次日，许莹莹主动约林薇出门打卡网红甜品店，假意关心林薇气色不佳，追问是否与程轩瑞闹了矛盾。林薇压下心底恨意，故作疲惫，谎称近期加班劳累，状态欠佳，顺势反问他的相亲进度，巧妙转移话题。提及相亲，许莹莹大肆吐槽相亲男品行不端，表面正派老实，背地里却与前任纠缠不清，随即感慨当下男人贪心无度，毫无底线，吃里扒外。看着闺蜜义正言辞批判出轨男人的模样，林薇只觉得无比讽刺，眼前满口道义的人，恰恰是插足别人婚姻、背叛挚友的第三者。许莹莹毫无察觉，继续假意站队，吹捧程轩瑞稳重靠谱，叮嘱林薇好好看管丈夫。铺垫到位后，她故作失言，透露程轩瑞曾私下找自己借钱，随即连忙叮嘱林薇切勿质问对方。她刻意塑造程轩瑞隐忍深情的人设，谎称其公司遭遇资金缺口，自尊心强的他不愿让妻子担忧，只能私下求助自己，独自承压。这番说辞成功打动了心软的林薇，她满心愧疚，心疼丈夫默默扛下所有压力，当即表态可变卖老家房产，变现50万股票，全力帮程轩瑞渡过难关。看着林薇全然信任、满心维护丈夫的模样，许莹莹暗自窃喜，自以为拿捏了林薇的软肋。林薇看破不说破，心中早已盘算妥当。既然两人处心积虑谋财算计，她便顺水推舟，送他们一场葬送一生的惊喜。随后，林薇单独会见律师江歌，坦言自己不只想要简单离婚，更要让程轩瑞、许莹莹二人彻底翻车，终生无法翻身。江歌即刻为他定制反击方案：第一，彻底杜绝程轩瑞抵押林薇婚前房产的可能；第二，诱导程轩瑞以个人名义借款，凭借资金流向第三方的完整证据，将债务定性为其个人债务，与林薇无关。为保住林薇的婚前房产退路，江歌连夜为碧芝园房产办理债权抵押网签，将债权人登记为自己。如此一来，即便程轩瑞持有房产证原件，也无法在房管局办理过户、抵押手续，彻底断绝其谋夺房产的念想。准备就绪后，深夜归家的程轩瑞主动搭话，林薇顺势故作委屈心疼，质问他公司遇困为何刻意隐瞒，甚至私下向闺蜜借钱，是否觉得自己无力帮扶。程轩瑞立刻顺势卖惨，谎称接到100万大单，急需过桥资金，束手无策又不愿让妻子忧心，只能独自承压。林薇随即表现出全然体谅的姿态，主动提出拿出婚前房产证帮他办理银行抵押贷款，直言夫妻一体，理应共度难关。程轩瑞满心感动，连连道谢，承诺项目回款后即刻归还房产。此时林薇刻意抛出顾虑，告知银行抵押贷款审批需半个月，根本赶不上项目工期，100万大单极易泡汤。不等程轩瑞焦虑思索，林薇主动给出方案，谎称表哥林景浩从事金融行业，有急速到账的短期周转贷，可解燃眉之急。他诱导程轩瑞以个人名义贷款100万，同时告知对方自己下周有80万大额存单到期，叠加50万股票变现，总计130万，可快速帮其还清贷款，仅需承担几日利息。为原说辞，他谎称个人征信异常，无法办理夫妻共同贷款，只能由程轩瑞单独申请。程轩瑞不疑有他，满心感激林薇的帮扶，当即签署个人借款协议，明确写明该笔100万借款为个人经营所用，属于个人行为，与配偶林薇无关。钱款快速到账后，程轩瑞匆忙赶回公司处理事务，彻底落入林薇布下的债务圈套。这笔巨额债务自此与林薇彻底无关。程轩瑞前脚刚走，楼叔便传来消息，告知他驾车外出，副驾赫然坐着许莹莹。不多时，
程轩瑞发来消息，谎称晚间有项目应酬，晚点归家。林薇心知肚明，所谓应酬不过是二人的私会约会。他想起此前程轩瑞以养猫为由，将家门备用钥匙放在他手中，且从未索要，这份便利恰好让他留存了充足的取证时间。林薇回溯过往，6周前正是她与程轩瑞的结婚纪念日。当晚，她贴心等候晚归的丈夫，体谅他项目繁忙，辛苦奔波，全然相信他的加班说辞。如今她才幡然醒悟，那个深夜她所谓的赶进度加班，实则是陪伴许莹莹温存。更让她心惊的是，程轩瑞的狠毒远超想象。她终于明白，自己谎称征信问题时，对方为何毫无疑虑。原来他早已背着自己偷偷办理另一笔100万贷款，甚至胆大妄为，伪造林薇签名做担保，妄图让他共同承担债务，心机深沉，令人发指。另一边，私会的二人正肆无忌惮谋划未来。怀有身孕的许莹莹娇羞催促程轩瑞加快进度，担心日后肚子显怀，影响拍婚纱照和举办婚礼。程轩瑞温柔安抚，承诺尽快扫清障碍，将林薇的房产、存款、公司尽数占为己有，与他和孩子开启新生活。两人满心贪婪，丝毫不知所有对话已被林薇全程掌握。律师早已告知林薇，婚内男方与他人同居、出轨生子，属于重大婚姻过错。作为无过错方的他，可依法索要损害赔偿，在离婚官司中占据绝对优势。除此之外，林薇得知了更炸裂的真相：他与程轩瑞最初的相遇、相识、相知，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骗局。许莹莹当初刻意抢走了她的男友，精心策划了这场孽缘。两人的阴谋不止谋财夺爱，更是歹毒至极。早前林薇脚伤行动不便，许莹莹假意贴心照顾，还叫来程轩瑞帮忙，让他以温柔追求者的形象博取林薇的全部信任。与此同时，二人暗中谋划恶毒诡计，特意准备伪装成保健品的致幻药物，长期投喂林薇，企图让她精神恍惚、神志错乱，最终被判定为精神病送入医院，从而名正言顺吞并她的全部家产。得知全部阴谋的林薇震惊不已，相伴多年的爱人、亲如姐妹的闺蜜，竟处心积虑想要毁掉她的人生。短暂愤怒过后，她迅速冷静，决定将计就计，假意配合，让两人为自己的恶毒付出惨痛代价。律师提醒林薇尽快体检，排查体内药物残留，固定投毒证据。林薇却坦然告知，自己从未服用过一粒保健品。原来程轩瑞每次送来的保健品，都会被心疼儿子、不满林薇享福的公婆尽数截留，自行服用，从未让他触碰分毫。摸清规律后，林薇每次收到保健品，都会原样寄回程轩瑞老家，交由公婆服用。程轩瑞精心准备的致幻药物，分毫未伤林薇，反倒让自己的父母长期服食。日积月累之下，二老身体早已出现头晕、乏力、精神恍惚等严重副作用。林薇留存未寄出的药物样本，送往医院检测，成功固定了对方投毒害人的关键证据。掌握所有证据后，林薇开启收网计划。她精心烹制一桌饭菜，主动向归家的程轩瑞道歉，坦言自己此前多疑猜忌、无理取闹，心怀愧疚，特意做饭赔罪。程轩瑞见状满心欣慰，顺势自我检讨，脾气暴躁。二人假意和解，营造出夫妻和睦的假象。饭后，程轩瑞再次拿出保健品，叮嘱他按时服用。林薇假意乖巧收下，不动声色继续演戏。很快，药物检测报告出炉，证实该保健品含有高浓度致幻成分，长期服用会导致精神错乱、记忆力衰退、幻觉频发，严重时还会造成不孕不育，对人体伤害极大。手握实锤证据，林薇依旧不动声色，日常温柔体贴、悉心照料，彻底让程轩瑞放下所有戒备。长期服药的程家父母身体日渐衰败，程轩瑞也因间接摄入药物，频繁出现头晕乏力、精神恍惚、莫名卡血等症状。次日清晨，林薇做好早饭，多次呼唤，程轩瑞才虚弱应答，坦言自己身体严重不适，状态极差。林薇顺势提议两人一同去医院做全面体检，排查身体问题。做贼心虚的程轩瑞瞬间恐慌，坚决拒绝体检。他深知自己长期接触致幻药物，一旦体检，投毒害人，算计妻子的全部阴谋都会彻底败露。为掩饰心虚，他强行辩解只是加班劳累所致，还主动预定米其林餐厅，谎称带林薇外出放松，刻意转移话题。私下里，程轩瑞紧急联系许莹莹，告知自己身体出现药物副作用，计划险些暴露，催促对方尽快弄到剂量更大、见效更快的强效药物，打算加速计划落地，尽快将林薇送进精神病院，彻底消除隐患。餐厅用餐期间，程轩瑞开始刻意 PUA 林薇，假意关心她近期幻觉频发、疑神疑鬼、
情绪不稳，谎称自己认识专业精神科医生，打算带他就医调理。他的目的十分险恶，就是诱导林薇亲口承认精神异常，偷偷录音留存证据，坐实他的精神病身份，为后续侵占家产铺路。林薇顺水推舟，全力配合，故作脆弱迷茫，坦言自己总感觉被人监视，时常听见异响，甚至怀疑自己精神出现问题。程轩瑞暗自窃喜，自以为计划即将得逞，全然不知自己早已落入圈套。用餐中途，程轩瑞借口去洗手间，却遭遇门锁故障，被当众困在卫生间许久，狼狈不堪。脱困后，程轩瑞依旧试探林薇的精神状态。林薇继续演戏，谎称自己看到窗外有人窥探，极度害怕家中钱财被盗。为安抚精神失常的林薇，程轩瑞脱口而出，自己早已将100万借款偷偷转移至私人安全账户，就是怕他状态不稳弄丢钱财。这番话被全程录音，成为他婚内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铁证。林薇故作乖巧懂事，夸赞丈夫思虑周全，彻底打消程轩瑞的疑虑。用餐结束后，程轩瑞再次以公司急事为由匆忙离场，试图继续掩盖阴谋，推进计划。不久后，公司内部矛盾彻底爆发，程轩瑞妄图以林薇精神失常为由，剥夺他的话语权，继续霸占公司管理权。可他始终清楚，这家公司是林薇父母遗留的婚前遗产，他只是林薇委托的临时管理者，从未具备所有权。林薇当众揭穿他的身份，强硬收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权益。气急败坏的程轩瑞当众污蔑林薇精神错乱，满口谎言，试图混淆视听。林薇不再隐忍，当众曝光两人的全部恶毒阴谋，揭穿二人长期投喂致幻药物，妄图将他逼疯吞产的真相。同时告知众人，所有毒药尽数被程家父母服食，二老身体早已严重受损，这是他们自作自受的恶果。随后，他完整复盘端午背叛全程，曝光两人规避监控、刻意撒谎、私会出轨的全部事实。穷途末路的程轩瑞与许莹莹仍不死心，打算在公开庆典上实施最终阴谋，准备强效致幻药水，计划在庆典开始前混入水中，让林薇当众喝下，使其现场发疯失控，顺势将她送入精神病院，彻底侵占所有家产。早已洞悉一切的林薇决定将计就计，提前调换水杯，静待两人自食恶果。庆典现场，许莹莹如期将药水混入水中，笃定林薇必将当众失态。可药效发作后，神志不清、失控发疯的不是林薇，而是偷谋划恶的程轩瑞。程轩瑞当场癫狂失控，大喊大叫，当众打人，现场一片混乱，众人惊慌躲闪，立刻报警。混乱之中，情绪失控的程轩瑞失手推倒怀有身孕的许莹莹，导致许莹莹当场腹痛大出血，腹中胎儿不幸流产。匆匆赶来的程家父母看着发疯的儿子、流产的准儿媳，瞬间崩溃痛哭。清醒后的程轩瑞难以接受结局，质问许莹莹药效为何失灵。林薇淡然揭穿真相，告知他水杯早已被自己调换，害人终害己，一切都是二人自作自受。现场众人彻底看清两人阴险恶毒的真面目，纷纷感慨天道轮回，善恶有报。绝境之下，程轩瑞依旧负隅顽抗，扬言手握林薇精神失常的录音、房产凭证和100万借款单据，笃定能将林薇送入精神病院。林薇从容不迫，逐条击碎他的所有依仗，明确告知婚前房产已完成债权抵押网签，他手中的房产证早已沦为废纸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。同时，那笔100万借款有完整书面协议与视频记录，明确为程轩瑞个人债务，与林薇无关。他引以为傲的录音，恰恰记录了他私自转移婚内财产的犯罪事实，搭配完整的银行转账流水，足以坐实其婚内出轨、恶意转移财产、合同诈骗的多项罪名。不仅如此，林薇表哥已向法院申请债务保全，程轩瑞的100万赃款已被全部冻结，其谋财计划彻底落空。大势已去的程家父母彻底崩溃，放下身段苦苦哀求林薇高抬贵手，愿意承担所有过错，祈求原谅。林薇态度冰冷，告知所有恩怨不会一笔勾销，剩余的账会逐一清算。随后医护人员赶到，将受伤的许莹莹与状态失常的程轩瑞送往医院检查。最终的体检结果彻底击碎了两人的所有奢望。报告显示，程轩瑞因长期摄入致幻药物，生殖系统严重受损，终生丧失生育能力。许莹莹因本次流产手术，子宫严重受损，后续基本无法再次怀孕。得知结果的程轩瑞与许莹莹彻底崩溃，歇斯底里怒骂林薇狠心。林薇不再顾及任何情分，当场拿出离婚协议，要求程轩瑞签字离婚，净身出户。心有不甘的程轩瑞坚决拒绝，妄图死磕到底。林薇随即抛出终极底牌，
手握权威机构的精神鉴定报告，证实程轩瑞存在严重精神问题。他明确给出2个选择：要么签字离婚，净身出户，好聚好散；要么拒不签字，他将以合法妻子身份，按正规程序将程家一家3口全部送入精神病院终身收治。面对毫无退路的绝境，程轩瑞彻底绝望，最终被迫签字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他婚内出轨、背信弃义、投毒害人、谋夺家产、机关算尽，最终落得家破人空、终生遗憾的惨痛结局，为自己的所有恶行付出了沉重代价。